一夜之間雙喜臨門，皇馬官方宣布和維尼修斯達成續約，迪奧曼德也簽下來了。但美中不足的是，這個時候羅德里卻突然告知皇馬高層自己要加盟巴塞羅那。哈哈，今天的轉會很精彩，感謝大家鎖定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也感謝您能動動小手指點個讚或者點個熱推，歡迎您在留言區評論。那麼首先，過去2年最難的一件事，小熊維尼修斯終於是續約了，新合同會到2032年的6月30日。維尼修斯18歲，在2018年7月加盟皇馬，過去的8個賽季出場了375次，打入了128個球，一共贏得14座冠軍獎杯，2次歐冠，3次世俱杯，2次歐洲超級杯，3次西甲冠軍，1次国王杯冠軍，還有3次西班牙超級杯。他還拿到了24年國際足聯年度最佳男足球員獎。維尼修斯可以說是皇馬隊史最成功時期最重要的球員之一。大功告成後，維尼修斯和皇馬官方共同發布了一條 ins， 照片中的他正在親吻着隊徽，而這一條也是維尼修斯昨晚上突然清空社交媒體後的首條動態。他的頭像也從空白換成了身穿皇馬7號球衣的背影，同時他還發了一則快拍，寫道：在伯納烏的8年太短了，再續6年，直到永遠。如此這般，穆里尼奧下賽季的攻擊線3叉戟，維尼修斯加迪奧曼德再加姆巴佩，這個進攻組合對比法國國家隊，姆巴佩加鄧貝萊加奧里塞，您覺得誰更強呢？歡迎在評論區寫下您的意見。但我總感覺塵埃落定以後，真正的皇馬球迷迫切期待着下一個歐冠冠軍的皇馬球迷應該是欣喜若狂。維尼修斯如果要走，單是個姆巴佩加迪奧曼德，那真還感覺差了好大一截。而這一次，維尼修斯和迪奧曼德他們的經紀公司是同一家 Roc Nation。有專家表示，這一切看起來都關乎政治，這一套把戲好像從一開始都是設計好的。迪奧曼德和維尼修斯的代表希望將這2件事捆綁在一起，從而在和皇馬就維尼修斯進行談判的時候掌握主動權。中間人通過施加影響和操縱局勢，維護了自身的利益，試圖將皇家馬德里逼入被動的局面。歸根到底，皇馬也一直希望和維尼修斯續約，維尼修斯也從未想過離開皇馬。迪奧曼德的拉鋸戰也為這場博弈錦上添花，目的就是讓維尼修斯重新成為皇馬更衣室運作的核心，圍繞此事的其他一切都只是敘事，都只是包裝。2個球員所屬的經紀公司應該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在談判中懂得如何利用老佛爺的年齡以及他對球員的狂熱偏愛而顯露出的弱點。哈哈，說的也不無幾分道理。特別是維尼修斯還曾經和迪奧曼德單獨長談了2個多小時，專門就是拉他進入 Roc Nation。那好吧，根據阿斯報爆出來最後的細節，維尼修斯的稅後年薪預計接近2400萬歐元。其實在昨天的會談中，這筆續約已基本成型，各方在離開的時候都帶着笑意，因為都找到了共同點。皇馬提高了報價，儘管沒有達到巴西人最初的要求，而最終的合同竟然持續到2032年，這也是一份長期合同。這就和上一次續約截然不同。當時維尼修斯和經紀人同樣來自 Roc Nation 的弗雷德里克·佩納是選擇了短期續約，那是2023年，合同延長到了27年，目的是保留未來能夠重新談新的合同，同時也押注維尼修斯可以持續的取得進步。於是乎，這場持續了1個半賽季始終都影響着皇馬的連續劇，終於迎來了最終章。皇馬是一直希望想和維尼修斯攜手前進，球員也同樣如此。所以看來老佛爺過去對維尼修斯的信任還是獲得了回報，只是中間一直隔着錢的問題，價錢沒談攏。現在終於在談判桌上轉化成了一致意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續約談判突然能加速，也和阿森納的介入有關。阿森納的登場來勢洶洶，甚至阿森納更衣室內部都已經開始談論了，還說轉會阿森納的交易即將會完成。槍手他們願意給出接近稅後年薪3000萬歐元的待遇，而且也不介意付出1.5億歐元的轉會費。主教練阿爾特塔還親自推動，阿森納方面一度充滿樂觀情緒。可最後的最後，就像老 K 評論區某位朋友的留言，一直以來維尼修斯和皇馬都是郎情妾意，阿森納的追求可能只是被當做了球員方面的一個籌碼。那麼維尼修斯稅前年薪應該是4800萬歐元左右，這樣的薪資水平跟 NBA 也可以比一比了。但有一點，未來貝林厄姆續約的時候，差不多也該接近這個水平。
貝林厄姆現在的合同到29年，姆巴佩也是到29年，到時候姆巴佩估計31歲了。哈哈，未來的事情未來再說吧。但這次維尼修斯稅前4800萬，相當於週薪接近100萬歐元，所以皇馬還是土豪啊，過去的巴塞羅那也是土豪啊。可這麼高的投入，如果沒有成績，這更衣室估計會爆炸。接下來主教練穆里尼奧的壓力就大了，他必須讓維尼修斯進步，成為場內場外的領袖，也要找回過去金球級別的表現。去年這兩個人在皇馬和本菲卡在歐冠附加賽的時候，當時由於阿根廷球員普雷斯蒂安尼涉嫌對維尼修斯發表了種族歧視的言論，所以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風波。不過即使有這出事兒，維尼修斯過去一直對穆里尼奧給出高度評價。他曾經在節目中說，穆里尼奧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皇馬俱樂部的歷史，他為我們帶來了許多積極影響，而且由於兩個人都能說葡萄牙語，所以彼此交流非常方便。從本周一維尼修斯回到皇馬基地訓練開始，他們就再次擁有直接用葡萄牙語對話的機會。此前的主教練無論是阿韋羅亞、哈維·阿隆索還是安切洛蒂，都有一個難題，就是維尼修斯跟姆巴佩始終未能在競技層面形成真正的默契。而現在維尼修斯留隊，穆里尼奧就需要找到方法，讓他們互相補充，成為彼此前進的助力。這兩大歷史級別的球星共存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會決定皇馬能否取得成功。而上賽季末，皇馬更衣室經歷了一系列動盪，特別是巴爾韋德和楚阿梅尼的互毆風波，而維尼修斯並沒有捲入其中。他現在繼續留隊，他的領導能力需要提升到新的層次。這裡多說一句啊，老 K 盲猜，維尼修斯之所以昨天清空了社交媒體，是不是因為整容整了下巴，不想看到自己過去醜的照片，一切重新來過。好，那麼接下來今年夏天，阿森納在左邊鋒的招募工作也是一路坎坷啊。羅傑斯的轉會被切爾西截胡，迪奧曼德又去了皇馬，本來想在維尼修斯身上破費一把，可維尼修斯已經和老東家續約。萬般無奈之下，阿森納需要重新物色人選，預計下一個目標應該是畢爾巴鄂競技的尼克威廉斯。據說體育總監貝爾塔已經圍繞他展開了工作，阿森納正在評估簽下這位西班牙隊的左路尖刀的可行性。尼克威廉斯的合約有個解約金條款，大約7700萬英鎊，這個價格是在阿森納可承受範圍之內。而且有消息人士透露，現在尼克威廉斯也願意前往英超，開啟職業生涯全新的階段。不過過去一年他一直飽受恥骨傷痛的困擾，所以許多豪門現在對他不感興趣，也因為此。阿森納如果要買，那就得賭一賭，誰都不想整來個傷病號，躺病床上天天浪費錢呀。而維尼修斯在續約後已經點讚了他的女友帶娃的動態，兩個孩子當然不是維尼修斯生的，但老外呀就喜歡這種年輕媽媽。OK， 第二個咱們說說迪奧曼德，皇馬已經官宣簽下了這位19歲的前鋒。根據多方報道，總價 1.4 億歐元 1.25 億歐元的固定，加上1500萬的浮動。他在效力萊比錫上個賽季36場比賽13個進球10次助攻。而更關鍵是迪奧曼德踢球的風格，瀟灑淋漓，游刃有餘，技術性極強。老 K 個人是比較看好，身上有點奧里賽過去的影子，而且只有19歲，潛力巨大。過去這2個月，穆里尼奧在確認重返皇馬之後，一直在關注右邊鋒的人選。當時曾有傳聞說皇馬可能引進拜仁的奧里賽，但皇馬在私下和官方聲明都否認了這一可能。現在看來，實際上皇馬幕後真正的目標是簽下迪奧曼德。現在的皇馬進攻往往集中在左路，維尼修斯是左路的核心，貝林厄姆和姆巴佩也經常在左路有發揮，但右路缺乏威脅，這限制了皇馬進攻的手段。所以在這次引進迪奧曼德的會談中，穆里尼奧親自用流利的法語和迪奧曼德交談，這對球員來說意義重大。大家此前都不知道穆里尼奧的法語也說得這麼流利，畢竟他從來沒有執教過法國俱樂部。但穆里尼奧專門抽出時間和楊迪奧曼德通話，用流利的法語探討自己未來執教的理念，還有球隊的規劃，以及迪奧曼德來了之後在隊內的定位。這些細節表明穆里尼奧非常重視迪奧曼德，這一點至關重要，最終也成為說服球員加盟的關鍵。而且皇馬還使出了過去的慣用招數，送給迪奧曼德一件印有他名字的皇馬白色球衣，還向他展示了一份涵蓋個人和团隊共同成長的職業發展規劃。在規劃裡還列舉了像維尼修斯等等成功的案例作為參考。於是很快7月26日，大巴黎退出了爭奪戰。
理由是他們無法接受球員方面和萊比錫方面提出的巨額的財務條款。這時候大巴黎已經知道球員傾向於加盟皇馬，但在7月中旬，皇馬提出的首份報價總價值1億歐元左右，遭到萊比錫的拒絕。隨後皇馬提出第二份報價，包含了1億歐元的固定轉會費，總額達到1.2億歐元，但這個報價在1周以後也沒能獲得通過。不過這時候外界已經普遍預期雙方最終能夠達成協議。本周三，迪奧曼德返回萊比錫參加了訓練，同時等待董事會批准他前往馬德里接受體檢。很快幾個小時，皇馬就敲定了交易，總金額最高可以達到創俱樂部紀錄的1.4億歐元。這筆轉會最終在周四下午正式確認。在確定以後，萊比錫官網更新了迪奧曼德對萊比錫的告別，真正的好聚好散。萊比錫拿到了歐冠名額，還拿到了1億多的巨款。迪奧曼德又得到了去皇馬的門票。這下子在非洲球員轉會身價榜上，迪奧曼德的1.4億歐元居榜首，尼古拉佩佩8000萬歐元排第二，然後是奧斯梅恩、馬爾穆什、姆波莫、阿什拉夫。而這筆巨資即使對皇馬來說，也超過了過去貝林厄姆的紀錄，成為隊史上最貴引援。貝林厄姆當年是1.34億歐元，排在第三是阿扎爾的1.2億，然後是貝爾1.01億，C 羅9400萬。迪奧曼德簽了7年合同，有效期到2033年6月30日。在這件事情上，羅馬諾終於也揚眉吐氣。他發布了由球員經紀團隊 Roc Nation 給他的獨家照片。照片上，迪奧曼德正在飛機上飛往馬德里，旁邊是經紀人內森·科爾坎貝爾和卡里姆·賈布拉。而此前批評過羅馬諾的萊比錫官方也在社交媒體上寫着 Here we actually go， 哈哈，調侃了今年夏天這一出鬧劇。而這一筆轉會，西甲的萊加內斯隊也可以分到525萬的二次轉會分成。而今天的第三件大事，羅德里跟皇馬糾纏了這麼久，突然傳出要去巴薩。皇馬原本認為自己已經談妥了羅德里，向曼城壓價，結果失敗，然後巴塞羅那介入了競爭。據說巴薩總監德科也秘密運作了很多天。最後的結果，羅德里正式將自己選擇巴薩的決定告知了皇馬高層。預計巴塞羅那將支付約6000萬歐元的轉會費，也會和球員簽下為期4年的合同，稅前年薪接近3000萬歐元。在幾天前，皇馬曾經向羅德里開出一份待遇豐厚的報價，而在交談中，羅德里也始終對皇馬俱樂部保持着充分的尊重，但他從未表現出完全確信自己應當加盟皇馬的態度，這也讓皇馬的管理層始終保持警惕。皇馬方面很清楚，一名球員要想加盟皇馬，就必須完全確定自己的選擇。而羅德里從未傳遞這樣的堅定的態度，最後皇馬只能理解並且尊重球員的決定。在幾天前最後一次交談中，羅德里解釋了自己傾向於加盟巴薩的原因，這其中包括球隊的比賽風格，以及瓜迪奧拉留下的足球的傳承，還有他和巴薩的球員更親近。過去這幾年，在西班牙國家隊集訓期間，他和巴薩的球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皇馬嘛，眾所周知，這西班牙隊的世界杯陣容一開始就沒有皇馬的球員，後來好不容易靠錢買了一個庫庫雷利亞。另外 ESPN 報道說，羅德里是巴薩足球風格忠實的粉絲，他已經和巴薩主教練弗里克進行了溝通，弗里克也向他詳細解釋了羅德里如果來將如何融入自己的戰術構想。相比之下，羅德里對皇馬主教練穆里尼奧心存顧慮，穆里尼奧從一開始就對簽下羅德里並非完全的信服。而巴塞羅那由於弗朗基·德容一直有傷，所以認為自己的中場存在引援空間。現在皇馬今年夏天先後簽下了庫庫雷利亞、貝爾納多·席爾瓦、科納特、鄧弗里斯、埃斯皮，還官宣簽下了萊比錫的迪奧曼德，又續約了維尼修斯。巴塞羅那方面呢，簽下了安東尼·戈登、阿德耶米，現在可能拿下羅德里，最後還會衝刺一下馬德里競技的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巴薩仍然在推進，沒有放棄這筆交易。他們把下周一視作關鍵時間節點，到時候馬競會公布季前賽集訓的名單，阿爾瓦雷斯是否入選可能對交易進展產生影響。還有巴薩坎塞洛的轉會也被視為基本完成，只要稅務問題處理完畢，這筆交易就會正式敲定。而關於皇馬和羅德里，有知名記者表示，皇馬曾經考慮放走一名球員，例如讓卡馬文加離隊，但這並沒有發生，所以羅德里轉會皇馬的進程也被延後了。而且皇馬原本希望為羅德里提供一份低於5000萬歐元的報價，但現在看來實際要買羅德里價格會更高。而在此期間，幾名效力於巴薩的西班牙國家隊球員
和羅德里進行了交流。他們对罗德里說：“來巴薩吧，和我們一起踢球吧，這裡的更衣室氛圍要好得多。巴薩這家俱樂部很適合你，球隊的比賽風格也跟你非常契合。”隨後，巴塞羅那正式加入競爭，和羅德里就經濟條件達成了協議。現在，羅德里已經基本敲定了加盟巴薩的事兒，目前缺少的就是兩家俱樂部之間達成協議。巴塞羅那已經準備向曼城提交一份金額非常可觀的報價，簽下羅德里。另外，巴塞羅那這邊的消息說，早在2024年，羅德里已經進入俱樂部的考察範圍。當時，布斯克茨離開巴薩，加盟邁阿密國際還不到1年，總監德科已經公開談到他的替代者，並且點名如今已經成為世界杯冠軍的羅德里。布斯克茨和羅德里兩個人的足球理念和比賽方式非常相似。24年2月8日，德科在接受採訪時說，布斯克茨的離開影響了我們，想要替代他幾乎是不可能的。最接近他的是羅德里，但他在曼城不会把他賣給我们。同時，德科還談到了拜仁的基米希，但認為他的特點和布斯克茨沒有那麼相似。德科說，基米希在拜仁想簽下他不容易，在財政公平規則允許的範圍內，我們選擇了京多安，他能夠為我們帶來能力和經驗。所以那時候德科就曾經明確指出，羅德里在特點方面是最接近布斯克茨的人，同時認為當時簽下他不現實，因為曼城不會出售。但現在看來，在羅德里30歲的年齡，巴塞羅那終於如願以償。據說巴塞羅那希望將轉會費控制在5500萬到7000萬歐元，而且最好是要價區間的低位。球員工資方面，羅德里贏得金球獎後，薪水得到提升，稅前年薪超過1800萬歐元。巴薩可能向他提供一份為期4個賽季的合同。羅德里剛剛年滿30歲，儘管此前遭遇過膝傷，但他目前認為自己的身體狀態已經完全恢復，並確信自己能夠在4年的合同期內繼續維持最高水平。接下來就輪到總監德科開展工作了。如果巴薩能提出合理的報價，交易可能比外界預想的更快完成。而曼城方面已經做好準備，如果賴因德斯和羅德里離開，他們必須要簽替代者。18歲小將布阿迪的引進工作正在推進中，再加上創紀錄簽下的安德森，曼城在中場投入的總轉會費達到約2億英鎊。而現在比席爾瓦已經走了，羅德里和賴因德斯如果也離開，曼城不得不再簽2名中場球員。科瓦切奇已經被告知曼城仍然會倚重他，計劃履行完合同的最後1年。尼科岡薩雷斯也準備繼續留在馬雷斯卡的陣容中。曼城堅持如果出售必須要補人這樣的原則，所以如果熱刺最終簽下他們的邊鋒薩維尼奧，曼城也要尋找替代者。好，今天轉會窗口第4件事，大巴黎官宣從摩納哥簽下了阿克利烏什，將穿11號球衣，交易費用5000萬歐元。這位24歲的中場將和巴黎隊簽約5年。而關於巴爾克拉，大巴黎和利物浦還有和球員團隊3方的溝通從未中斷。現在這件事的核心矛盾只有轉會費，球員的合同、個人待遇、球隊規劃等等都沒有問題。巴爾克拉十分向往利物浦，對轉會充滿期待，談判仍然在持續。看上去利物浦必須要投入一筆高昂的資金，交易才有可能落地。但是想和大巴黎在轉會金額上達成一致，那會非常困難。一方面，巴黎隊已經流失了多名進攻球員，球隊內還有多筆轉會的事有待收尾。另一方面，大巴黎也必須要補強，才肯放走巴爾克拉。但隨着現在阿克利烏什的官宣，還有古茨的轉會談判正在穩步推進，巴黎隊的邊路替補配置已經補齊，巴爾克拉轉會利物浦可能會更順利。球員已經拒絕了大巴黎和他的續約，而利物浦和他已經達成個人合同的協議。據說利物浦不會出價超過 1.2 億歐元。接下來大巴黎的主席納塞爾會親自介入。巴黎隊目前的要價已經超過 1.5 億歐元，而利物浦自己的邊鋒加克波，現在托特納姆熱刺正在為了引進加克波進行直接的談判。而如果得到巴爾克拉，利物浦考慮放人。所以這也是歐洲足壇今年夏天在邊鋒位置的轉會連鎖大戲。熱刺看上了利物浦的加克波，也看上了曼城的薩維尼奧，可對切爾西的尼古拉雅克松卻沒有興趣。如今熱刺主教練德澤爾比已經大手筆補強了中場和後防線，就想至少簽下1名邊路的攻擊手。但關於加克波和薩維尼奧，利物浦和曼城2家俱樂部的態度都相同，都必須先引進替代人選，或者至少敲定替代人選才會放行。據說利物浦已經正式報價了巴爾克拉，那麼隊內的埃里奧特和吉耶薩就可能離隊。雖然這2人都表示在利物浦俱樂部很開心，但除非在伊勞拉手下兌現自己的潛力，否則很可能難以獲得上場的時間。
還有利物浦隊內的中場球員瓊斯，國際米蘭對瓊斯的渴望已經越來越強烈。前幾天國米看上的中後衛羅梅羅，現在接近於加盟馬競，國米就可能將4000萬歐元的預算用於引進柯蒂斯·瓊斯。而英超的布倫特福德為了亞歷山大·斯坦科維奇，向國米開出了4000萬歐元的報價，已經遭到拒絕。這位也是德揚·斯坦科維奇的兒子，他在布魯日隊度過了一個出色的賽季，隨隊贏得聯賽冠軍，還榮膺了比利時甲級聯賽最佳新秀。OK， 關於巴塞羅那的費蘭托雷斯，巴薩並不將他視為非賣品，大巴黎想要，球員也想去大巴黎，唯一就是價格問題。巴塞羅那標價5000萬歐元。總監德科正在等大巴黎總監坎波斯的電話，想確認大巴黎是否願意正式報價。同時，巴薩管理層也沒有特別的擔憂，只要錢給到位，費蘭托雷斯離隊不會被看作災難，但價格很明確，不會低於5000萬歐元。這個數字與他們當年向曼城支付的轉會費也非常接近，幾乎能收回全部的投資，對巴薩來說是一筆非常滿意的交易。畢竟已經使用了費蘭托雷斯5個賽季了，所以一切都將取決於球員。如果他續約，那麼巴薩會根據轉會合同中的條款向曼城支付700萬到800萬歐元。如果他離隊，巴薩會拿到一筆可觀的轉會費。據說費蘭托雷斯已經同意了大巴黎啟動轉會運作，就看錢會怎麼談了。而另外，對於巴薩來說，無論今年夏天能否簽下小蜘蛛，他們都會在關窗前再引進一名前鋒。巴薩堅持說自己已經就這個位置準備了多套替代方案，可我們還不知道他們到底看上了誰。因為市場上看上去沒有太多好的選擇，而且最近萊比錫用3000萬歐元簽下了菲斯尼克·阿斯拉尼，這名球員過去也很受主教練弗里克的好評，也特別受巴塞羅那體育管理層的青睞。接下來巴薩正在等待事態發展，正在等待大巴黎的報價。OK， 另一個大消息，阿根廷足協突然宣布將7月15日正式確定為國家足球隊日。據說是為了紀念阿根廷國家隊在今年世界杯半決賽戰勝了英格蘭，而且設立這個日期也是對阿根廷各級國家隊的認可，包括青年隊、男隊、女隊、5人制足球隊、沙灘足球隊，還有11人制球隊。嚯，好嘛，這一出嚇得西班牙球迷瑟瑟發抖啊！幸好決賽是西班牙贏了，要不然人們還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好，切爾西這邊。現在曼城有意佩德羅內托，所以切爾西對球員的要價達到了7000萬英鎊。所以曼城的薩維尼奧如果離隊，他們將追求內托。佩德羅內托是馬雷斯卡在切爾西時期很熟悉的球員，曼城對他的興趣是真實的。去年夏天和今年1月的轉會窗，熱刺一直想簽下薩維尼奧。如果薩維尼奧最終加盟熱刺，對曼城來說那就一進一出。老 K 個人覺得26歲的佩德羅內托怎麼看都比薩維尼奧強太多太多。而切爾西嘛，倒無所謂，本來他們就是打開門做生意的。好，另一邊，利物浦隊看上了熱刺的後衛斯彭斯，據說球員對轉投安菲爾德持開放態度，但這件事兒也處於早期。利物浦的確有明確的興趣，不過斯彭斯也不是唯一被考慮的人選，交易是否會推進仍然不明朗。斯彭斯25歲，在世界杯英格蘭隊的表現還是可以的，只是利物浦的股東芬威體育集團去年花了太多錢，成績又不好，老 K 總覺得他們元气大傷，所以即使想引進，可能得先緩緩。而曼聯隊傳出消息，說是想用 1.16 億英鎊引進紐卡的2名球員，其中一位劉易斯·霍爾，另一位謠傳是前鋒沃爾特·馬德，說是紐卡已經通知沃爾特·馬德可以租借離隊，這引起了利物浦和曼聯的興趣。上賽季他表現低迷，可能會換一支球隊，希望重啟自己的職業生涯。還有曼聯去年和今年夏天都想追逐的布萊頓中場巴萊巴，現在球員突發傷情，遭遇了踝關節韌帶損傷，所以只能暫時告一段落，曼聯基本不會再推進。而隨着羅德里加盟皇馬的交易失敗，曼聯追逐皇馬中場楚阿梅尼的計劃也面臨巨大困難，幾乎不可能了。OK， 輕鬆一下，巴塞羅那的中場球員加維終於言出必踐，他已經按照此前的承諾將頭髮染成了粉色。此前在世界杯對陣葡萄牙的比賽前，他參加快問快答，當時他說如果世界杯最終奪冠，就把頭髮染成粉色。好的，感謝大家的關注，感謝您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熱推點讚，咱們明天再見。